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萌玩小邹。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85周年中的一款比较巨型的人偶 Hulkbuster，也就是反浩克装甲这样一款人偶。然后这款其实是不在套装内的，我只是为了将它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有一个对比，然后所以将它放在这里。然后具体它的测评可以看之前的视频来进行了解。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还是从合会开始说起。OK，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盒子的本体，当然里面的东西我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待会儿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这个 Hulkbuster， 这样一个85周年，所有85周年出品的玩具都有这样一个横向的一个名字的输出，然后这里是个 Marvel， 然后85周年的一个标志，然后这里说这盒子真的非常的大，我把手放上面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这盒子真的是算是除了众筹之外的大盒玩具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侧面，那么侧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反浩克装甲以及钢铁侠背身的这样一个峰会，然后再看到背面这里是一些关于反浩克装甲的一些介绍，然后这个就是刚刚侧面的一张峰会的扩展图，应该也就是原图。那这张峰会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感觉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张峰会的。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盒子的收纳或者是Marvel Legends 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盒子基本上都会比较大，然后可能会将所有的这些峰会割下来做一些小装饰之类的。那么侧面也没什么可说的，半开窗。OK， 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开始进行主体的解说吧。OK， 那么现在大家所可以看到的呢，就是我拆盒之后所有零件未组装时候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可以看到这次给的配件量并不是非常多，我说的不是非常多呢，是因为比如说这块背甲和胸甲以及这两个烟囱头都是一个外甲的体现，而并不是像头以及手型这样的替换件，然后那我也就先把它们给装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体的效果吧。首先是正面的盔甲，从这边进行一个组装，然后背面的盔甲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组装。OK， 听到咔嗒一声就好了，这个组装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是两个小烟囱进行组装。OK， 一个。然后第二个烟囱装上去，然后将它装上去之后，就可以达到刚刚盒子所说的后面峰会的一个形态了，这样一个形态。然后再看一下替换头吧，除了这颗比较圆的扁的头之外，它还给了一颗替换头。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替换头，我怎么说呢？这个替换头 Marvel Legends 的动漫的替换头其实做的一直都是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这次替换头的尝试，我很难想象在反浩克装甲里面给了一颗 Tony Stark 的真人头还是比较好玩的。那现在我想想看它是不是能装到其他的钢铁侠身上试试看。来，将这个钢铁侠的头用力掰下来，怎么掰成这样了也无所谓，就先把它放上去看一下效果。那么也就是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头其实是比正常的6寸的人偶的头会大一些，然后可能是因为反浩克装甲的一个衬托会让它头更大一些。那么将它放到6寸人偶的身上可以，但是并不是非常的服帖，可以大家也是量力而行，好吧。那么头雕说完之后，我们来说一下替换手。这次一共也就是给了2对手型，一对是握拳手，一对张开手。然后可以看到反浩克装甲的一个手指的个数呢是4根，3根细的，1根粗的在中间。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手比较巨大，给他了4根的一个配置。然后另外一个手型呢，就是我已经装在上面的一个张开的手型，略微张开的手型，那也还是不错吧。然后虽然说这次的配件量比较少但是呢，我感觉它设计的心思呢都是在这个主体上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主体吧。OK， 那么既然我们要介绍主体呢，我也就先将它的外甲给拆卸下来，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机械结构呢还是值得给大家去说一下的。那我们把光打得更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OK，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主体开始看起。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头盔的金属发色还是不错的，没有任何的水波纹，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些闪粉作为一个金属
发色的一个诠释。而红色的发色呢，其实水波纹就会比较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长一道水波纹，是不是？然后红色的发色就只能说正常水平吧，有这个水波纹我也能理解。然后再来看到往它的2根手臂开始看吧，可以看到它的肩胛，它肩胛上面的这个金属发色和之前我评测的钢铁侠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在红色的底上面直接喷上金色，这样的话上面就不存在有什么水波纹这一说了，因为它是直接喷上去的，会效果更加的好。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肩胛呢，并没有是直接贴合在这个肩膀上，而是在肩膀里面做了一个橡胶搭扣的这样的形式。同时，这个橡胶搭扣也是像那个金刚狼一样，金刚狼的肩胛一样是可以这样活动的，但它活动的范围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应该也就限制不到它太多的可动。那我们接下来往手臂下面继续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转的关节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可以看到手部的这些细节，这金属发色已经有点以假乱真的地步了。这个金属的喷漆和其他的几处又是不太一样。上面除了一些金色的发色之外，上面是做了一些网格的细节，我真的感觉有点以假乱真了啊！这个喷涂我觉得是这个作品里面最好的一个喷涂。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手臂内侧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给大家也就一笔带过。然后手张开之后，中间有一个掌心泡以及一些关节上的诠释，虽然没有给喷漆，但是它的浮雕还是有做出来。OK， 那么手臂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看到胸口和背部。那么胸口的话，这个能量源处的一个凹陷，其实是为了配合这样一个装甲的嵌进去的一个方式，所以它这样会有一个缩进去的效果。然后可以看到上面一些机械细节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细致，但对于这样一款价位以及价格的6寸人偶来说，它已经不是6寸了，肯定比6寸大来说，这个细节我觉得能说得过去，算是大家伙里面细节比较多的了。待会儿也会拿灰浩克或者一个战尊浩克来跟它进行一个比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它背面，那相对于前面背面的一些机械细节就没有那么肉了，会看到还是比较好的一些浮雕设计如果能给予一些金属的喷涂我感觉会更加好。比如说脊柱处给予一些，比如说这个发色的银色的一些喷涂，我个人会感觉会更好，然后可能买它也会更值。然后可以看到刚刚手臂也是忘记说的，这里有一个伪液压的一个喷涂以及浮雕的设置，可以看到真正的可动起来其实是没有液压这样一个装置的一个介入。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腹部，腰腹部的金属发色就是海之宝的正常水平了，它是直接用了这样一个水波纹喷涂，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水波纹还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个视频也能看得非常清楚那说明你拿到手上之后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它腰胯部，那也是一刀切，说明它的腰部是没有任何前后的可动，只有左右的这样一个平转的可动待会儿测可动的时候也会再给大家提一嘴吧然后头的话刚刚忘记说了，是这样一个360度的可以转，但是前后上下就没有这种可动了。然后可能我待会儿替换上真人头也会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来看到它的腿部的话，不得不说这边的一些发色还是做得不错的一些银色的发色以及里面钢筋铁骨的一些塑造，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大家伙里面粗中有细，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看到这里一个金属发色，这个金属发色呢就和刚刚肩胛的发色是一样的，直接往上喷涂的，也不存在水波纹什么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它的一个腿的一个细节，可以看到关节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节的点吧，虽然说这不随关节转动的，它只是一个浮雕。然后再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些护甲金属发色，这个金属发色好像是这个直接就是成型的一体的金色，然后上面水波纹看不出有水波纹，还是不错的，就是塑料感会比较重一些，真的不如这边直接封神好吧，这边的一个发色。然后来看到下面的一个甲，这个肩胛这个塑料感还是比较强的所有的红色发色都是有比较强的塑料感的所以不要奢望它远看和近看感觉它可能会有金属人的一种气质，其实我感觉它的金属的感觉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金属感觉，除了这一块。
OK， 我们来看到后面，这边也是有一个伪液压的装置，然后脚的摆动什么的都不会出现任何的液压的联动。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脚，那个脚我是觉得是有值得一提的是，这边的一些齿轮细节啊、涂装啊都做得非常不错，包括脚底的一个喷射口。我只能说比 Hot Toys 良心，对吧？现在 Hot Toys 的喷射口都没有这样的涂装，它还是分体的涂装。然后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脚的弯折的一个这个折页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真的能折，它也只是一个涂装，给大家示意一下。OK， 那我们主体上的细节差不多，也就是讲到这里，我们来讲一下它的2个配件吧。这样的一个配件来说，相比于里面的内购的浮雕来说，它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当然了，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里面的浮雕还是非常精美的。当然了，但它装上之后，大家是看不出来里面的浮雕。如果它能给予更多的涂装，还是那句话，给予更多的涂装在这些浮雕上面，我感觉它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然后来看到外露面，是给大家看了一个面，可以看到这次的能量源上面是有一个反应堆，上面是有一个瓦楞纸一样的效果在上面。大家看到旁边的一些银色发色，也是和里面的这些银色发色差不多的一个发色，银色发色还是非常不错，没有任何水波纹，而且由于它里面的肌理比较复杂，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诠释。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能量源反应堆两边黄中间白，做出一个渐亮的效果。然后看到背部的一个设计，背部的设计也就不太，还是有点肉吧，你这样看还是非常肉的一个产品，对不对？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涂装也是只给到了这3点的涂装，其他也没什么好特别说的。然后烟囱的话，水波纹还是比较明显、比较厉害的，可以看到中间一条线非常明显啊，还是水波纹还是比较厉害的，不可以忽略它。那我们将它装上之后，来测评一下它的可动吧。因为我相信，如果大家真的买了这个巨人，应该也是会给它装上这些之后再摆一些动作，不然它是有点难看的。OK。那我们首先就刚刚说过的头部前后左右都没有任何的摇摆的幅度，只有360度这样的一个转，然后待会儿换上这个头给大家再看一下它可动。那么手臂的侧举还是比较惊喜的，竟然也是到了将近90度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你将这个东西拿到后面去，它可能还会再大一点，这个我就不进行展示了。然后可以看到它肩胛的这样一个前后的移动，可以随手臂移动到这样一个幅度，这是最大了，不能再往前了，这样一个幅度。然后看到一下它手肘的弯曲，差不多是到这样一个幅度，也不能再大了。OK， 将它放好。而后来看到它腰部的一个可动吧，它腰部你看非常的晃啊，有点难受，并不是之前大家伙那种齿轮的感觉。往前最多到这儿 ，OK， 往后就是到这儿。其实和直产往后的幅度会比较小一点，先让它往前。然后我们来看到大腿的侧抬 ，OK， 侧抬差不多是到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前踢，然后这边可能会碰到一点，前踢只能到这儿，然后后拉到这儿，它甚至还会往回弹一点。然后来看到它膝关节的一个，也就是到这儿，因为小腿肌肉比较发达，会卡到它的一个可动。然后脚部的话，看一下，脚部可动就是几乎没什么太大可动，只有这样的一个小可动，那也是就是不值一提。OK， 然后将它的手都放好，然后将它的外甲拆除，来换上它的一个真人头看一下啊。然后如果换头的时候，正好也给大家讲一下它的内购。这个内购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一些线的诠释以及涂装的诠释还是不错的，包括它这个头顶处的一个涂装也是非常细节的。OK， 然后将它的一个头给放上去就直接放上面吧，也不用再卡进去，然后将它往后拉，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效果，就有点这个大巨人小头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有点怪，但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这个比较真实，因为反霍克装甲本来就是给 Tony Stark 这样一个人穿的这样也可以显现出这套装甲的大，然后这样的大家伙还是非常不错的。OK， 那我们的可动以及本体素质的解说也就到此完毕，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购买意见环节。
OK，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将辉浩克以及这个钢铁侠 Model 20放在边上，给大家做一个大小的一个展示。那可以看到辉浩克的大小还是已经算是6层人偶里面比较大的一个人偶了。然后放在他的面前给大家对比一下，竟然只到他的胸口。这个人偶真的是除了众筹之外，我感觉最大的一个人偶了。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正题，它的一个购买建议。然后我购买的话，基本上都是二手全新未拆，或者是稍有把玩我痕迹的一些玩具。然后现在的市场的最低价基本上就是250块左右，然后稍微高一点可能260、270，因为低价可能会被别人买光。稳定的价格是300以下，然后250以上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如果再高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去追它了，因为这个玩具的素质，我只能说没有给予我太多的惊喜。但是它是一款中规中矩的6寸人偶的玩具。然后如果冲它这个体型以及手感去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值得购买的一款 Marvel Legends。并不像其他的大块头缺少一些细节，它的细节在其他大块头相比之下其实高下立判。它的一些机械筋骨以及包括它这个角色的一个诠释吧，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比较讨喜，是一个机甲风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记得之前是 Toy Biz 还是哪家也出了一款这样的玩具，包括海洋堂也是这个型号做了一个玩具都没有他做的大气，我感觉我只能这么说。但是细节上我就不做评价了吧，肯定是那2位会更加好一些。但是这个的协调，就这个肢体的协调以及大小，我还是比较站孩之宝这边的，因为孩之宝的漫画性还是比较严谨的如果是刚刚也说了，给大家的一个购买的价格的建议我还是比较推荐购买这款的毕竟它发售价是600-700左右的一个价格，现在已经跌到了250-300块左右的价格看吧，如果大家非常喜欢钢铁侠这样的角色，觉得这样一个比较压手的大玩具还是需要的话，感觉这样一个价位买它也不会太心疼，也不会至于说是为了凑角色而浪费钱这样一个选择。OK， 以上就是我的购买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一个抽奖环节。OK， 那么现在就来到了我们上一期的开奖环节，然后奖品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是来自于 Hot Toys Cos Baby 里面的一个金刚狼死侍与金刚狼电影的一个衍生产品，一个小的盲盒。然后抽到的是我比较喜欢的金刚狼，但是家里的确也是玩具太多了，可能已经放不下了，所以也就将这个比较好玩的小家伙抽给粉丝。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评论的话一共是26条，如果是抽到我自己的话会再抽一次，然后里面基本上我看过了，也没有什么重复的评论，那我们就通过246这个数字来进行随机数的一个生成，最大数是26，然后最小数是1，然后生成个数是1，然后我们就开始生成一个数字是24。 OK， 那我们就从最后开始翻，最后是26、25、24，也就是这位，然后他已经对我进行了关注，那么给大家发一个你中奖啦。OK， 如果看到的话请回复我，然后这样一个小玩具吧，只能说新年小玩具礼轻情意重，然后会送到你的家里那也是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你的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感谢大家。